特朗普为什么疯狂加税？为什么挑起贸易战？答案就藏在200年前，马克思的理论完美解释了今天美国的所有困境。那些看似混乱的决策，其实都有迹可循。今天我就来告诉你，马克思是怎么预见这一切的。咱们先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开始，一个小工厂，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工人在工厂干活，月底老板发工资，老板把工人们做出来的产品卖掉，扣掉工资和其他材料费，剩下的就是老板的利润了。感觉挺合理的是吧？但马克思就不这么看了，他说，等等，老板的利润里其实藏着工人们创造的剩余价值。啥意思呢？打个比方，工人辛辛苦苦一天给工厂创造了1000块钱的价值，但老板只给他100的工资，老板付完材料费啥的，自己口袋里还剩500，这500里面可能有450是工人创造出来的，但却被老板拿走了。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。我猜有朋友已经坐不住了，哎，这不对呀，工厂是老板的，他投了钱，冒了风险，赚钱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我就知道会有人会这么想。咱们来聊聊这个风险的事啊。老板投资建厂有风险的，没错。但你想想，那些背井离乡到工厂打工的人，他们难道就没有风险吗？找不到工作怎么办？工资会不会准时发？会不会突然被裁员？这些难道不是风险吗？而且你们想过没有，工人的风险可能比老板还大了。为啥这么说呢？老板的工厂倒闭了，还能卖设备回血，但工人要是失业了，下个月的房租和孩子的学费怎么办？那可是实打实的生存危机啊！更有意思的是啥呢？在工厂里，虽然工人也承担着巨大风险，但所有的决策都是老板在做。老板决策失误了，第一个遭殃的是谁呢？是工人啊！见本增效，优化人员的结构，说白了就是裁员呗，让工人承担老板决策失误的后果。你们说这公平吗？工人冒着比老板还大的风险，却拿着比老板少得多的钱，这合理吗？好了，咱们再往深的说一点，老板为啥能拿走工人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呢？是因为他用钱买断了别人的劳动。什么意思呢？举个例子，老板要盖厂房，要花10万找个包工头，包工头带着工人把厂房盖好了，工人们辛辛苦苦出了力气，但这个厂的所有权是谁的呢？是老板的。工人们创造的价值就是这么被买断了。这种买卖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在发生，一层层的剩余价值被提取出来，最后堆积成了财富。躺在这些财富上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功人士。大家注意了没有？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些对社会特别重要的事啊，比如修路、保护环境，却没有人愿意做。为啥？因为这些事赚不到钱啊，老板才不会主动去保护环境呢。想想看，自己花钱保护了环境，结果别的厂子照样往河里排污，那自己投入不就打水漂了吗？而且还便宜了那些没有出钱的竞争对手，怎么想都亏啊。这时候政府就闪亮登场了，政府通过收税，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再次提取出来，用于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，比如修路、盖学校、保护环境等等。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个马克思的重要理论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听着挺高大上的，其实就是说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政府、法律等制度是什么样子的。啥是生产方式呢？打个最通俗的比方，想象一群农民种地，他们种出的粮食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是什么样的？奴隶制社会，粮食全归奴隶主，农民连自己都不是自己的。封建社会，
农民能留一小部分，大部分上交给地主老爷。资本主义社会，农民通过卖粮食换钱，但实际上呢被资本控制。那美国是什么社会形态呢？它是全球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，所以它的政府、法律等都是为资本服务的。说白了，美国政府就像是个大资本家雇佣的管家。你以为这个管家会去管大少爷们要钱吗？怎么可能？这就导致了一个超级矛盾的局面。美国政府很难从那些有钱人手里收到足够的税，但又得维持社会运转。我最开始听到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情况时，我还是挺吃惊的。你们知道吗？美国的个税是政府收入的第一大来源，占了总收入的一半，但中国个税只占不到7%。这啥概念呢？意味着美国政府的钱主要是从普通人那里收的，而不是从企业和富人那里收的。结果就是美国的公共服务被商业化了，看病贵，上学贵，坐救护车都贵到离谱。这就是为啥很多美国普通人一生病就破产，而美国以外的人看到这种新闻总是一脸懵。现在我们再看特朗普，他的处境有多难？一方面，政府收不上来钱，税收主要靠普通人；另一方面，政府的开支巨大，但又不能削减太多福利，怎么办？只能借钱呗。美国国债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了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就像是特朗普坐的椅子下面有个炸药桶，随时可能爆炸。他不敢再多借了，但又不得不继续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特朗普找来马斯克搞国家效率部，说白了就是学企业优化人员，裁员呗。省出来的钱干啥？还是要花在资本家那里，因为美国的政府系统就是这么运作的。特朗普这是掉进了一个死胡同里，里面没有窗户，四周都是铁墙。他那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根本就是空头支票。那特朗普怎么办？历史告诉我们，当内部矛盾无法调和时，帝国主义国家就会把矛盾往外甩。这就是为啥不管是奥巴马、特朗普还是拜登，都要把中国树立成敌人。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确实强大起来了，威胁到美国的霸权；另一方面也是美国体制内部矛盾的必然结果。你看，美国现在对中国发起贸易战、科技战，甚至在军事上挑起事端，本质上就是在转移国内矛盾。特朗普上来后，关税一加再加，不就是为了讨好国内选民吗？但问题是，这种往外甩锅的方式能解决美国内部深层次矛盾吗？显然不能。这就像是在给癌症病人吃止痛药，表面上是舒服了，但病却越来越重。说到底，特朗普面临的困境，马克思早在200年前就预言过了。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，必然会遇到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。特朗普现在面临的特里芬困境，就是美国既想当世界霸主，又想保持美元信用，这两者根本无法兼得。这就像一个人想要吃蛋糕，又想保留蛋糕，可能吗？你看，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，马克思就像那个早早就把镜子擦亮的人，让我们能看清楚美国现在到底在经历什么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。我知道有些地方可能有点绕，但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觉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形势。下一期我会继续给大家讲特里芬困境的细节，以及为啥帝国主义体制最终无法解决自身矛盾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意思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